当德国小伙学会6种语言后，我可以说中文。Ich kann auch ganz gut Deutsch sprechen. My English isn't that bad either. Конечно, я тоже могу говорить по-русски. Bon, je parle un petit peu de français aussi. Si, yo puedo hablar el español también. 怎么样才能学会世界上最难的一个语言呢？平时关注我的朋友们，你们也知道 ，Marky 学习的中文还可以，平时那些简单的沟通和交流都没有非常大的问题。那么，作为一个老外，我是怎么做到的？学会这个这么难的一个、这么不一样的一个语言呢？还有，学习中文最难的一个点是什么呢？我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一下，你们觉得对老外来说，学习中文最困难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的话，那欢迎你来看一下。我叫 Marky， 我在四川成都。今天我准备给你们讲一下 Marky 学习中文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体验，遇到了哪一些难的地方，然后接下来从我的经验再给你们分享几个建议，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学会一个外语。不管是学习外语的中国朋友们，或者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们，这些建议我觉得对所有的人都有用。那如果你们准备好了，咱们就直接开始。Marky 不是带你们一起去打了新冠肺炎的疫苗第2针了吗？非常希望你们看到了这个视频，如果还没有看到的话，赶紧的去看一下。反正这一次我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当然在肩膀里面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，但是我自己状态真的是非常好了，现在已经等了1天的时间了，然后感觉非常不错，没什么感觉，没什么不好的反应。所以说，经常听到国外的一些朋友们，他们打了疫苗之后，特别是第2针之后，他们有什么很严重的反应？我确实觉得中国的疫苗非常不错，非常安全，因为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反应，所以 Marky 休息了24小时的时间，现在都要继续要恢复运动了。我还记得打第1针的时候，我还是有一点点反应，有一点点头疼，然后我就休息3天了。我记得就是安全第一嘛，虽然说不是什么很严重的反应，但是我还是想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但是这一次完全不需要了，所以现在就准备过去了。现在 Marky 来到健身房了，今天要运动一下，但是今天 Marky 不健身，也不做有氧。今天我要试一下一个新的运动了。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，预约了一个瑜伽的课程，看一下这个东西适不适合 Marky。回家喽，吃午饭了。哈，我的朋友们，感觉真的很不错。第一次练瑜伽50分钟，感觉效果还是非常好，还是出了不少汗，拉了个绳，然后跟平时那些健身、游泳这些动作不太一样，所以觉得很适合1周1到2次去练一下瑜伽，之后都得这样。哎，今天成都的天气又不行了。练完了，现在回到家了，在家楼下再走一圈，再走几步，然后今天的运动量就完成了。朋友们，现在已经回到家了，现在准备稍微休息一下，把午饭吃了，然后咱们就接着说这个学习语言的话题了。咱们就从最早开始 ，Marky 是怎么确定的学习中文这么难的一个语言呢？那个时候 Marky 才18岁，还是个大学生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发现我们读的这个专业，他们要求咱们必须
除了英语以外再学一门外语。那么大部分的同学们他们就选择了法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，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语言。然后 Mark 当然选择了挑战一下自己，开始学习一下中文。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点都不懂，一点都不了解中国，但是我已经知道那个肯定是个很好的地方。再加上 Mark 本身对中国的文化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机会都特别感兴趣，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中文。Mark 发现学起来还不错，成绩都比较好，然后学得越来越喜欢了。然后大概学了1年半之后 ，Mark 就第一次来到了中国，来到成都这边交换，就是读1个学期的大学，在这边读完了之后 ，Mark 回去了，回德国了，毕业了，然后就一直都非常想回中国，想回到这边来，所以毕业了之后，我就想到了办法，在这边找到了一个工作，就回来了。然后我在德国大学里面学的这些中文，你们要知道是非常基础的，非常简单的。那个时候还完全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进行交流，去沟通一下。我们那个时候从我是 Mark 你好这种的一个水平开始学，然后同时学汉字、学拼音，还学这个写字，用手写这些东西。虽然说我们大学里面学的这些水平不咋样，但是学了这些东西之后，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。然后来到中国之后的 Mark 的进步就快了，因为有环境了，天天在说中文，所以说进步的也快，学的也快。那么当然 Mark 也算是一个和语言比较有缘分的人，毕竟我是有2个母语长大的，就是小的时候已经会说2个语言了，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生活中 ，Mark 总共学会了6门语言。Mark 比较流利的可以说德语、英语、俄罗斯语，还有中文，然后还可以说一些法语和西班牙语。我可以说中文。Ich kann auch ganz gut Deutsch sprechen. My English isn't that bad either. Конечно, я тоже могу говорить по-русски. Bon, je parle un petit peu de français aussi. Sí, yo puedo hablar el español también. 主要是因为 Mark 对文化、对语言非常感兴趣，所以我就一直愿意自己学习，一直愿意学下去。那么说到如何才能去学会一门外语的话，我觉得有3个比较重要的点。第一个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，我个人觉得哈，第一个点就是兴趣。不管是小朋友或者老年人，不管是谁，如果你要学会一个东西，你必须要喜欢它，你必须起码有感兴趣。你如果完全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，你不喜欢，你逼着自己学习，你也学不会。大部分的人他必须要知道，他学这个东西，他能从它上面拿到什么，他的目的是什么。你这些事情搞清楚了之后，你学起来就非常简单，你自己都天天想学习。第2个重要的一个点，那就是环境，你必须要有一个环境，每天最好是每天可以使用、可以用到、可以练习一个语言，这样你才会记得住，这样你才会习惯使用它，这样进步的也会更快。还有第3个点就是必须要有耐心。如果你觉得你去上了一个课，上了2次，上了2个小时，哎呀，我怎么还不会说，我怎么还不流利呢？那是太正常了。学语言是需要有时间在这儿，学语言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。如果说你学了半年的时间，哎，有进步了，可以用了，后面你把它停掉，你不学，一定会有退步的，甚至你可能会全部都忘掉。那么 Mark 个人觉得学习中文最困难的一个点是什么呢？我觉得真的最让我恼火的一个地方就是中文里面的发音。中文的发音太难了，你学汉字还好，你可以记下来，你可以背那些单词也还好，那些语法也还可以，但是中文的发音真的是让人气死了。有时候中文里面的一个字可能有4个、有5个，甚至更多的意思。那么你发音错了，你整个句子都变了一个意思，别人就听不懂了。妈妈
马是一个地方，这个已经是很难的。其实我刚才说的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发音对了，我全部靠我自己的语感去说出来。而且这个事情是不太能言出来的一个事情，这个得习惯，得有一个语感在这儿，你才会发音的比较标准。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，中国的方言太多了，基本上你去一个地方，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发音的一个语言，区别还挺大的。Marky 在大学里面学的这些中文都是普通话，那么来到四川这边之后，我发现他们发音完全不一样。Marky 都听不懂。第一次在这边超市里面买东西的时候 ，Marky 买了个饼干，买了个水，然后去结账的时候，那个服务员他说：“哎，44块4。”然后 Marky 就听了一下，看了一下，想了一下，44块4是啥子嘛？那个时候我直接给了他100块钱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到底是14块4还是44块4还是40块4，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感觉到了非常恼火。那么最后，我的朋友们，学习外语，学习任何一个语言，如果说你们让 Marky 给你们一个最有效的、最重要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？我真的觉得是要勇敢一点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你们不要怕，你们说不好，你们说不清楚，你们必须要使用。抓紧每一次机会，可以锻炼，可以练习一下你们的语言，你们的外语。因为很多人他们一直等着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我不会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”然后他们其实，在心里面，他们害怕，他们会说错，他们会被笑，他们会尴尬。但是其实真的不用，毕竟你在学一门外语，也没有人会要求你马上就非常完美。马上就是一个母语的水平，所以说你稍微说错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，别人能够听得懂你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我的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世界上最难的一门语言是什么呢？你们跟 Marky 也觉得一样，中文是最难的一个吗？还有，你们学习语言、学习外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非常困难的、非常麻烦的问题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 Marky 说一下。我的朋友们 ，Marky 非常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，今天的这个分享对你们来说比较有趣，还可以比较有用。如果如此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一个赞，关注我一下，跟你们的好朋友们也分享一下 Marky 的一个经验。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我的朋友们，我非常希望在下一个视频又能见到你们。